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人吗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人吗？救命啊！救命啊林敏，是你吗？ ！Andy， 救我！我们回来了。咦，你没事吧？医生怎么说啊？幸好只是皮外伤。你们一个个两个怎么啦？愁眉苦脸的，医生都说是皮外伤了，不用担心。丽敏啊，刚才你为什么会跑去那个地方啊？我睡醒，我觉得有点闷，我就出去走走啦。那，你刚才真的是不小心跌下去的？是啊，为什么这么问？刚才在你失踪之前，心情还蛮沮丧的，所以我以为你们以为我会做傻事啊？的确，我之前的情绪是有点低落，难怪你们会这么想。所以你并不是想不开啊？当然不是啊，真的是意外。不过我在跌下去之后呢，我怎么喊怎么叫都没有见到人来。当时我的确是有闪过一个念头，要不我就这样离开好了，就不会脱离大家。后来我看见一个夹缝，长了一朵小花，它在那么恶劣的情况底下，都要积极的活下去。我忽然间觉得我自己很没有用，难道我连小花都不如吗？我打拼了大半辈子，就这样放弃，真的不甘心。刹那间，我就被激起了求生的意志。幸好你没有放弃。你这么想就对了。只要活着，就有希望，就有转机。放心好了，我会振作起来的。就算是时间不多，我也会好好的活着的。丽敏啊，我明白刚才你是怕任品他们担心，才说自己没事了。现在这里只有我和玲姐，你心里有什么真正的想法，说出来吧。我刚才说的是真话，怎么了？郝建还是担心你看不开。我知道这段时间我的情绪起起落落，就好像一场漫长的过山车。这段时间你们不离不弃的一直陪在我身边，真的是辛苦你们了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本来就应该陪伴你嘛。真的很抱歉让你们操心了。我这一次呢，真的是想通了。为了不想成为大家的包袱，我不能消极，我不能因为我让大家不开心。好啦，你会这么想，我就真的放心。接下来可能我连走路都需要你们扶，所以呢，我绝对不能把你们搞垮，要不然你们看到我就会怕，那我不就糟糕了？
你还好吗？喂，我正想打电话给你呢。能请你帮我讲课，真的很难得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不愧是玛丽敏，临时来讲课，没多少时间准备，也能讲得那么好。我只是在分享我自己的经验，其实这些啊都是记在脑子里的。别看我行动不方便，但是我的脑袋还是挺灵光的。你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跟你开玩笑的，希望我的分享能帮到一些新人。肯定能帮到，最起码能让他们少走几步冤枉路。对了，你讲课讲得那么好，你确定只帮我讲1堂课吗？要是我再来，我怕你到时候没有把这了。那好吧，那你什么时候有空，我请你吃顿饭，就当做好好答谢你帮我讲课。你笑什么？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像这样聊天。我也是这样觉得，感觉很不真实。我来帮你吧。啊，好，谢谢你。哎，哇，挺斜的这里。谢谢。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担心呢，可能脑袋会一片空白，2个小时的时间还真的不够呢。我还有很多心得，还没来得及跟那些新手分享。你在想什么啊？哦，我刚才看你跟 Andy 的关系变得很融洽，感觉有点奇怪。不只是你有这种感觉，我跟 Andy 也觉得很奇妙。我觉得这个转变好像有点太大了。是哦，的确是，我也觉得难以置信。还是小心一点啊！我总觉得他这个人不太可靠哎。起初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你想，他就有人品，还帮人品渡过难关，这次还救了我。如果他真的居心不良，他大可以袖手旁观的。可是他平时巴不得你越惨越好，怎么偏偏在这些时候选择出手帮忙呢？他怎么突然变了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可能是我误解了 Andy， 他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坏呢。而且以我现在的情况，他还需要对付我吗？我只是担心他做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。我不想再跟他斗了，有时间还不如好好地过自己的人生。Hi, everybody. Good morning. 哇，老哥们，帅耶！哇，哎，老万，你干嘛改变形象？以后都穿西装啊？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形象蛮适合我的啦。啊，你们觉得呢？哇 ，very good, very good。只是你自己觉得罢了，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看，哪里适合你？哦，是哦。大家早安。哎，早。阿公啊，哎，怎么样？啊，我这样子穿哦，好看吗？好看。不过，是不是很热啊？哦，不会啦，啊，心境自然凉了。那你为什么突然改变形象？哦，提升自己啊。哎，我最近有一点领悟了，我是觉得人不可以因为年纪大了就什么都不学习了。啊，所谓活到老学到老了哈。所以我最近去学了那个书法English 啊，还有那个法律知识。哇，哎，老万，你学书法啦、English 啦是没问题啦，可是法律知识那么艰难，你学得来吗？而且学来干嘛呢？学了才可以跟我妈咪有更多的话题嘛，哈。
我觉得我现在是学识渊博了，所以我觉得穿西装会比较适合我啦。啊，你们同意吗？是哦。当然适合了。你看，一中一西，中西合璧，你们非常般配。哇，般配啊，般配。我要吐了啊！你们慢慢聊啊。你知不知道人年纪大了学东西是很辛苦的啊！你说我没有品味了，我去换服装；你说我没有学问，我去学知识啊！我做了那么多为什么你妈咪一点反应也没有啊？她还说哎想吐啊！你会不会搞错了啦？你妈咪对我一点艺术都没有啦？不可能啊！哎，那她为什么一点感动都没有？我都快被我自己感动了。Uncle One，亏你还说你多么了解人性，还是让我这个吃米比你吃盐多的人解释给你听啊！他口风对你有兴趣，那他为什么 ？Uncle One，你可以耐心一点听我解释嘛。坐下来，坐下来。你看啊，我妈咪单身了这么多年，如果她身边突然间出现一个人，她一时一定很难接受的吗？啊，你这么说那我不是永远没有希望了？希望就在人间，如果你努力一点，不放弃，她一定会接受你的。我没有想到你妈咪那么难追如果你成功的话，就是全世界第一个征服她的男人了。好，啊，就凭你这句话了，我一定要成为你妈咪的第一个男人了。哎，我听说你妈咪喜欢收集手表。正确来说是收集名表。那她喜欢怎么样的名表？手工名表。哎呀，算了啦，你都买不起。哎呀，家里没什么菜可以煮了，晚餐我们叫外卖吧。嗯，好啊。那要不要顺便叫老王过来一起吃啊？人多比较好叫菜啊。而且Number One不在，他一个人应该挺孤独的。哎，不好，看到他我就吃不下了。怎么，老板得罪你了？这个家伙真的是为老不尊啊，什么奇葩的事情都做得出，还以为自己很幽默。我觉得他这样挺好的啊，想到什么就做什么，也不在乎别人的目光。我们做人本来就应该这么自在嘛。哎，你不觉得他性格很 cute 吗 ？Please 啦 ，cute 是形容小孩子。你跟他相处的时候，不觉得自己很开心啊？嘿嘿，他的性格这么有趣，至少也被娱乐到吧？有一点点啊。那你会不会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时光啊？偶尔是会的，只是一方面呢，我觉得很开心；另一方面啊，我又觉得很抗拒。我不懂要怎么跟你们讲我的心情。很明显啊，你还是很在意自己跟老万的背景落差太大，觉得没办法跟他一起生活，一直被这个观念紧紧的绑着。我跟他的年纪都一大把了，还谈这个干什么？年长者也可以浪漫的啊，你就试试看，不要去想你跟他有什么不同，想想看你跟他合拍的那一面。我还是过不了我自己那关。唉，既然这么抗拒，那就不要勉强。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，让老万知难而退。对，让他趁早死了这条心，免得他还要去学 English， 还都还俗了。不如明天我去跟他说，叫他不要再缠着你。不要啦，这样很伤人的。哦，那怎么办啊？就随他咯。哎呀，烦死人了。哇！啊，今天的天气特别热哎，天气那么热，你就别穿外套了。好，我都听你的啦。你约我出来什么事啊？我看你没有做工怕你闷所以约你出来走走了。啊，慧玲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？你知道机械表和石英表的区别吗？机械表是机器做的，
石英表石头做的。简单的来说呢，机械表纯粹是以机械原理运作，分为自动上链和手动上链。石英表呢，则是用电池自动跳秒。机械表呢很精致，但是却需要定期的维修和保养。石英表呢，时间比较准确，也很便宜，但是呢就没有机械表的格调。原来他们还有这样的区别。虽然两种都是表，对很多人来说都没什么差别。我呢只收集机械表，完全不考虑石英表，而你呢，就像是一只石英表。其实我不是机械表，也不是石英表，我是手工表，送给你。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手表店，教人家做手表，可惜我老眼昏花，做的不是很好。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，它一定准时了。Hello， 哎，老板，好久不见，你好。是啊，你怎么会来这里的？是不是要顶下我的咖啡店呢？没有啦，之前不是说有人要了吗？到现在还没谈成啊。本来是谈成的，可是你的朋友说要继续租下去，看他这么有诚意，就租给他喽。你是说雨柔还在租这家咖啡店呢？是啊。我真的没想到雨柔还在继续租那间咖啡店。你有问过他为什么吗？我们最近很少联系了，我也不想打扰他的生活。我只是不明白，我们都已经分手了，他还继续租下去，又不跟我说一声，到底什么意思呢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他是想试探你对他的感情有多深啊？真的啊？他自己租下了咖啡店，知道你经过那里的时候，一定会发现这件事情的。然后呢？你们当初不是说好要一起开咖啡推广脱口秀？我想他是希望你发现后，能够继续去完成你们当初的目标。可是我们现在都没有在一起了，这个 cafe 我一个人怎么开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店他都已经帮你租下来了，装修的事情你们本来就已经谈得七七八八啦。之前你不是叫我们不要冲动，说 cafe 不好做，怎么现在开始鼓励我了？既然雨柔这么有心想帮你，你就不要辜负他一份好意。他会这么做，我觉得他应该还没有完全放下这段感情。唉，我到底什么好？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唉，现在我更加愧疚，更觉得辜负他了。吃水果了。谢谢妈。哇，你这张椅子好像很旧了哦。哦，对咯，是时候该换了。我说了很多次啊，可是我的 sponsor 每次假装没有听到的。你是说那张专门用来打 game 几千块钱的椅子？对，那种椅子对我的腰、对我的背、对我的屁股有很大的帮助。你不担心我年纪轻轻就腰酸背痛吗？几千块也是嘛，妈买给你啊。真的吗？这张椅子还可以用，不要浪费钱。哎，没事啦，他喜欢就好。明天我们去看。Yes。妹啊，我知道最近面包店赚钱，可是你也不要乱花。那张椅子不是几十块、几百块，是几千块啊。对妈，你够钱吗？面包店的生意真的有这么好啊？如果不够钱的话，就不用勉强了。我这张椅子还可以用的。哎呀，没事啦，我偷偷告诉你们啦，其实我中了兜兜。你中兜兜？中多少？几千块，正好可以买这张椅子送给你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
你又把赚来的钱去买鞋子啦？这个不是我买的，是我妈买给我的。啊？她之前不是买了一双限量版的鞋子给你，怎么现在又买了？对啊，好看吗？就算你妈愿意买鞋子给你，你也不要一直敲诈她嘛。妈咪，我没有敲诈她，是她自愿买给我的 ，OK。她之前不是一直担心面包店亏损，怎么现在有这么多钱呢？她不是说她中多多咯？我觉得她没有说实话。是吗？我担心你妈的钱来路不明。虽然我相信你妈不会做犯法的事，可是她还是跟以前那些朋友有来往。我担心他们相处久了，你妈多少可能会被影响。哎呀，妈咪，你不要担心啦，我妈是不会做坏事的。可是还是谢谢你那么关心我妈 ，You're so sweet。你有礼物收就什么都不管了吗？话也不是这样说的吗？我是真的相信我妈。安迪，要下注是很容易的，我可以教你呀。你download了没有？好好好，那你现在点进去，你就会看到多多跟 4D。对了，你自己选，然后你写下你要的号码。你先下注，过2天我再来跟你收钱哦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容易的吗 ？OK， 有什么问题你再打电话给我。好，祝你发财发财啊！